有不少人在留言区试图纠正本频道影片中的大清地图，其中最多人爱纠正之处是这里，这是哪里？汉语称此岛为库页岛，但这座岛目前是俄罗斯在进行统治。俄国人又称此岛为萨哈林，也就是英语中的萨卡林，所以你也可能会在一些地方中见到萨哈林的用法。除了这两个名称以外，这座岛的还有另外一个中文世界比较不熟悉的名字，那就是卡拉胡斗，汉字为华泰，主要是日语世界在使用。从这三组称呼来看，你应该很快就能感觉到库页岛的归属问题不是网络乡民说的那样简单粗暴。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库页岛真的是中国领土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将抽丝剥茧的讨论三个称呼的由来，以及名称背后复杂的中日俄三国在北亚的纠葛。最早我们能在唐代史料中找到关于库页岛的记载，其实也是自唐代起，中原政权试图在东北亚建立起政治影响力。我们来看一下《新唐书》的记录，当时的安东都护薛泰向朝廷奏请设置黑水府，黑水部落的酋长尼属利基为黑水府的都督刺史。唐朝再另设长史以监管黑水府。唐朝赐予尼属利基国姓，改名为李献成，封云辉将军，领黑水经略使。这段记载中的尼属利基是分布在今天东北亚大陆的黑水部落的首领。当时的中原王朝称之为黑水漠河。所谓的黑水其实就是今天的黑龙江，而李献成一族是唐代黑龙江地区的原住民首领，为唐帝国收税管理。接着文献继续说，黑水地区的西北部有司木部、郡吏部等城府，往东北方向再走10天能到达库页，又称区页。此处所称的库页指的便是汉文世界比较熟悉的库页之转音。换言之，约莫在西元9世纪左右，库页岛开始进入中原王朝的影响力之中。后来到了元代称为古为，明代称苦夷，到了清代称库页。但这些不同的称呼其实都是东北亚原住民语的不同转音，意指人的土地。但必须特别注意的是，严格意义上来说，黑水都督府是唐帝国机密制度的一环，而不是帝国直辖的领地。在这个意义上，朝廷承认当地原住民势力，并授予爵位、官职，如唐廷赐国姓给尼属利基，封他为黑水都督。但不代表朝廷有能力、意愿去对这块地方进行实质管理。事实上，不同于传统中国的郡县制，机密体制并非中央直接管理，而是承认当地人势力的基础上的间接统治。再者，库页岛的情况又更为复杂，它甚至不是间接统治的一部分，而是定时向中原朝贡的边陲地区。唐朝基本上在当地是没有太深的势力。那清代的库页岛呢，也还是朝贡地区嘛？是的，大清帝国从未真正在库页岛实行直接统治。许多人之所以主张库页岛是清代中国的领土，主要的依据不外乎1689年中俄签署的尼布楚条约。与其在留言区放话，我们不如来认认真真的研究一下尼布楚条约。这是该条约的拉丁文汉译本。此处说到中国大皇帝，在拉丁文原文是 Signarum Imperatoris，即所谓的中华帝国，而在满文版中也是称独林白古人，即中国之意。想了解更多关于为什么清朝就是中国的问题，可以参考本频道过去做节目，这里不深谈。但其中有一条与本期节目的主题相关，那就是第一条。这里说，以流入黑龙江之闹尔纳河及鞑靼语所称乌伦木河附近之格尔毕齐河为两国之界。格尔毕齐河发源处为10大兴安岭，此岭直达于海，亦为两国之界。凡岭南一带土地及流入黑龙江大小诸川，应归中国管辖；其岭北一带土地及川流，应归俄国管辖。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格尔毕齐河及其源头的外兴安岭，也就是英语中的 Stanovoy Range， 为大清与俄罗斯帝国的国界，以北是俄罗斯，以南是中国。因而理论上，你可以画一条虚线，一路从外兴安岭延伸到鄂霍次克海，虚线以南都是中国领土，其中便包含库页岛。
其实当时的情况是，17世纪末的俄国人并不太清楚库页岛的存在，但作为东北亚原住民的满洲人，他们知道那里有座岛。于是，在条约签署后的隔年，康熙帝便派军队至黑龙江出海口，要求当地人臣服满洲人，包含库页岛的阿伊努族部落。随后，康熙也收集黑龙江当地人的记录，将库页岛划入了黄屿全览图。我们来看一下那份地图上的库页岛。网络上很多人将黄屿全览图当成库页岛是大清领土的证明。没错，这幅地图确实记载了库页岛的地理信息。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相关的地理信息皆以满文记录。某种程度上，这幅地图显示了逐渐显著的满清影响力，因为帝国有足够的资源与实力，在一块他们不甚熟悉的土地上收集数据，这在过去的中原王朝来说是难以想象的。然而，画了地图不代表清帝国对库页岛的统治就不同于前朝。我们有一说一，清帝国在库页岛仍然实行的是机密统治，而非直接控制。1732年，雍正帝成立三姓副都统衙门，管理满洲东部大片的领土，其中包含库页岛的貂皮公务。我们来看一下三姓副都统衙门档案是怎么说的。至于居住在海岛的库页费亚卡人所供之貂皮，由三姓副都统衙门派出官兵前往约定地点七吉葛山，收取貂皮并颁赏物领。如果库页岛人不前来约定地点纳贡，则副都统将派军到海岛上，命令原住民前来，以征收貂皮与颁赏物领。这里有些名词得先解释一下。如果你看过上一期讲满洲的视频，就会记得三姓是爱新觉罗氏族布里雍顺曾经统治过的地方，位于今天黑龙江省的宜兰县。所谓的七吉格山，则是离三姓城不远的新凯湖，而所谓的费亚卡人，则是分布在库页岛北部的尼夫赫人。换句话说，档案说得很清楚，清帝国没有在岛上设立纳贡据点，而是规定库页岛人按时来到新凯湖缴纳貂皮。这其实很好说明了大清在库页岛的统治性质，还是如同前面几朝一般，不曾直接管理过这块地方。当大清国威强盛时，库页岛人或许还会按时纳贡，但当大清国力收缩时，大贡可能就悄然无声的终止了。对大清而言，这种统治关系合理到不能再合理。因为你到底为什么要统治那座孤岛呢？台湾之所以被纳入清帝国是有政治原因的，因为那里曾经是前明反叛势力的根据地，所以就算赔钱，帝国也要将台湾纳入管理。但库页岛呢？虽然那里是重要的貂皮、毛皮生产地，但满洲地区也有类似的商品，所以对中国来说没有很强的政治经济动力去直接统治库页岛。但如果只是朝贡地区，帝国不需要花钱就能得到贡品，何乐而不为？这是为什么清朝从未真正管理过库页岛的原因。但也是在此松散统治的架构之下，另外一伙人开始将触角延伸到库页岛，那就是日本。但日本人不称库页，而是卡拉胡斗华台。华泰是什么意思？据传，华泰卡拉胡斗一词源于北亚民族阿伊努语，阿伊努人称库页岛为卡姆卡普亚莫舍，意指神在河口创造之岛。日本人取了其中几个音而成了卡拉胡斗，所以这词实际上是外来语，所以其汉字也不是固定的，是华泰。有些文献也写作卡拉斗诺西马。唐渡之岛，后来还有多种变形，直到18世纪初才定型为卡拉胡斗西马，或直接称为卡拉胡斗华泰。然而，日本对库页岛其实还有另外一种称呼，那就是 Kita Ezo， 也就是北夏夷。夏夷在哪里？实际上，夏夷指的是今天的北海道一带。我们来看一下这份夏夷合境余地全图，北海道在这里，标示为夏夷。传统来说，这里的居民主要是来自北亚的阿伊努人。这里无法深谈阿伊努人的历史，但可以简单的这样说：自14世纪起，阿伊努的经济文化影响力笼罩了北海道以及千岛群岛和库页岛。但随后，来自本岛的大和民族开始向北侵略他们口中的夏夷地区。很长一段时间内，日本本岛与夏夷有着非常激烈的冲突。事实上，我们熟悉的幕府将军的正式头衔征夷大将军所指的夷不是别人，正是居住于北方的夏夷人。1603年，江户幕府正式建政，日本的幕藩体制时代来临。在该体制下，德川幕府与大小不同的藩国共治天下，其中位于北海道南端的松前藩逐渐垄断夏夷地区，乃至库页岛的毛皮丝绸贸易。1635年，松前藩第二代大名松前公广
派员到库页岛进行探索。1645年，德川幕府要求所有藩国大名上交各自国内的地图。1651年左右，德川时代的日本全国地图大致绘制完成，视为正保国绘图。如同清朝一样，松前藩将整片下夷地库页岛纳入其领地，并称库页岛为北下夷。1679年，松前藩在库页岛南边的欧多摩利大伯町建立起第一座殖民据点。换句话说，从纯粹时间前后的角度来说，比起中国，日本还更早将库页岛纳入版图。这意味着这时的日本已经直接统治库页岛了吗？与大清的情况一样，松前藩从未派常驻官员、军队到库页岛上进行实质统治。当时的日本也是对该地实行间接管理。松前藩只要求岛上的原住民按时缴纳贡物。不同于大清对这座岛没有经济诱因，日本眼中的库页岛能提供重要的经济价值，那就是貂皮、毛皮，还有更重要的中国丝绸。事实上，江户时代的日本奢侈品市场相当依赖来自中国的丝绸供应。从这个角度来说，松前藩垄断了北亚的丝绸市场。然而，也是由于松前藩加诸库页岛原住民庞大的丝绸配额，使得岛上部落被压得喘不过气，很多原住民陷入债务危机。这一来一往，直接影响了日本高端货品市场。德川幕府惊觉，如果供应链问题继续恶化下去，会在政治、财政上产生巨大影响。因此，自1790年起，江户逐步介入库页岛的治理，松前藩的垄断地位逐渐削弱。1807年，俄罗斯海军开始骚扰北海道外海的群岛，包含南库页岛。幕府调动大军到虾夷岛进行防御。从这时候起，德川家开始直接控制虾夷地，并对虾夷库页岛进行人口普查。1808年，幕府开始派遣官员至岛上进行地理探查，并且重建当地濒临崩溃的债务秩序。之后，幕府正式将北海道、南库页岛对黑龙江的贸易纳为己有。1821年，德川不演了，结束了松前藩对北海道与库页岛的垄断，由江户幕府直营。因此，对日本来说，库页岛是与中国北方贸易的对口，如同琉球是与中国南方贸易的重要据点一样，都有很大的经济诱因。但对当时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中国来说，这点经济诱因非常弱。所以说白了，大清根本懒得管理。从此意义上来说，德川幕府才是真正开始有效管理南库页岛的第一个外来政权。然而，当时的日本政治势力局限在岛的南部，但在19世纪以后，岛的北方逐渐有另外一群人加入竞争行列。那就是俄罗斯。现在欧洲语系中通用对于这座岛的称呼是萨卡林，也就是萨哈林，但这名字其实是满文，满人称库页岛为萨哈林耶乌拉安嘎哈达。翻成中文是位于黑水口的岛。所谓撒哈林安乌拉便是黑水之意，也就是满洲的黑龙江。换言之，欧洲语系对库页岛的称呼其实来自满语的黑龙江。而最早知道库页岛存在的欧洲人并非俄罗斯，而是一位荷兰探险家，在1643年左右从印尼巴达维亚航行至北亚，发现了萨哈林岛。但当时他没有意识到这是座岛，以为只是航行到大陆的一部分。这个错乱的地理信息直接导致了17世纪欧洲地图经常将库页岛甚至北海道划成东亚大陆的一部分。虽然后来18世纪制成的大清黄蚁全览图透过耶稣会士流传回欧洲，但其实欧洲人还是没有人真的到过库页岛上做测绘。这也是为什么很长一段时间内欧洲地图上的库页岛的形状都不太正确。直到18世纪末时，一位法国探险家才将大部分的库页岛海域都航行过，测绘出这座岛的海岸线。这是那位探险家德拉佩胡斯所绘制的北亚地图。可以注意到达达海峡或监工海峡的海岸线已经画得相当准确。在库页岛上，除了表示源自满语的萨哈林外，还提供了另外一个名字 Tuchoka， 这名称其实是达达海峡另一群住民对库页岛的另外一种称呼。受益于欧洲地图上最新的北亚地理信息，一直企图扩张的俄罗斯也逐渐注意到了这座岛。1849年，俄罗斯帝国海军军官、探险家 Gennady Neveskoy 完整航行了岛的周遭海域，画出了更为精确的库页岛地图。但如同所有地图一般，俄国人画地图从来不是因为无聊或求知欲，背后有巨大殖民主义的动力。Neveskoy 完成北亚海域调查后，随即在1850年于黑龙江口设立殖民据点，同时也在库页岛北部地区建立聚落、新建矿场、政府组织以及教堂。也是在这一时期，欧美列强准备用武力
力逼迫德川幕府打开国门。1853年，美国的培里舰队开进东京的江户湾，用大炮与船舰威胁幕府。这使得俄国担心日本的贸易利益被美国一国端走，所以在1855年也派一支舰队到长崎，与日本签署了夏田条约，又称日露和亲条约。我们来看一下该条约的原文。这里说到，露西亚国与日本国为了保持从今以后的友好与和平，双方决定订立条约。露西亚指的就是俄罗斯，与本期视频相关的是条约的第2款。从今而后，日本与露西亚国的边界定于泽佐岛与德福岛之间。泽佐岛全岛属于日本，而德福岛及其以北的千岛列岛归于露西亚。至于华太岛，则仍保持过去的惯例，不定具体的边界。泽佐岛与德福岛在这里根据这份条约，日俄两国以此为界，以南归日本，以北归俄罗斯。但有一例外，那就是华太岛，也就是原文中的卡拉胡岛西马。日俄两国仍继续过去不设边界的惯例。对于俄罗斯来说，这份条约仍然不够令人满意，应该整个千岛群岛与库页岛都归于俄罗斯。对于当时的日本而言，他们没有别的选择，能继续他们在库页岛南部的经营权就该谢天谢地。但这个模糊边界的条款也直接造成了俄罗斯势力往南部渗透的情况。1858年，俄罗斯与中国签署爱魂条约；1860年签署北京条约，迫使大清让出黑龙江以北、乌苏里以东大片领土，这使俄罗斯成为名副其实的北亚霸主。1875年，迫于俄罗斯巨大的压力，日俄又签署圣彼得堡条约，日本同意退出库页岛，俄罗斯享有岛的完整主权。但好景不长，随着俄罗斯帝国在1905年日俄战争中栽个大跟头，日本帝国再次恢复了对南库页岛的控制，并成立华太厅进行殖民统治。俄罗斯保有北部，并把北库页岛升格为 Sakhalin Oblast， 也就是萨哈林省。另一方面，虽然中国早在库页岛争夺战中出局了，但在逐渐兴起的国族主义背景下，库页岛是清代中国领土一部分的观念，透过普及教育、地图开始深入人心。我们来看一下明初流行的一份地图，那就是中华国耻地图。这份地图在谈及库页岛时是这么说的：库页岛亦名黑龙屿，本为我国领土，清时以其荒僻，不是拓殖，遂为日俄两国分占。确实，当时的大清是以其荒僻，所以没有积极经营。但这份地图没有讲的是，积极经营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对日本、俄罗斯而言，积极经营的动力来源于贸易，甚至扩张的渴望，所以有很强的动力去搞殖民。但18、19世纪的中国去积极经营库页岛，是要跟谁做生意呢？这种关于统治成本的考量，在大清统治者眼里是非常重要的思考点，但在国族主义、爱国教育影响下的现代人，却比较少有统治成本的考虑。换句话说，这种对于领土锱铢必较的国民意识，是一个非常新颖的产物。它是随着帝制晚期中国与欧美列强乃至后来的日本之间不断冲突而产生的一种领土意识。中国的领土意识绝非特例，在日本、俄罗斯乃至欧美都能见到，只是关注的课题与呈现形式有所差异罢了。总而言之，这座岛的3种名称库页、华太、萨哈林，反映的是中日俄与这块领土的复杂历史与竞争关系。虽然中国一度在北亚有巨大影响力，但考量到统治成本，它从未真正企图直接统治库页岛。日本则是为了与中国做贸易取得丝绸而积极经营库页岛南部，但在18世纪末以前，日本也未曾直接统治这座岛。要等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江户幕府才逐渐接手管理。时至19世纪中叶，俄罗斯人在北亚一带影响力日增，开始与日本争夺库页岛的控制权。另外一方面，虽然中国确实在实际控制层面上落后了，却在19世纪末开始，直到今天，在国民教育中反复强调中国对库页岛的历史主权。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结构，不是在网络上、饭桌上叫嚣能够解决的。